妹妹，不要紧。时变世迁，自古有之。皇后现在有再宝贵的东西，也只怕没有心情玩赏了。姐姐是说，魏大将军被李广老将军的儿子打了一巴掌的事。最奇怪的是，皇上若是这么宠爱皇后，怎么连他的家人受了这般羞辱，竟没治那人的罪，为魏大将军讨个公道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皇后失宠了？不是说时变世迁，自古有之吗？朝中的这种波谲云诡，也看得出后宫的起跌兴替呢。皇后是善良仁慈，但也不免会被亲人连累吧？就是啊，大将军害死老将，那霍去病仗着自己的舅父姨母，作威作福，事事作恶，天天耀武扬威的，还打伤我们的弟弟。当时刚进宫，迫于无奈，绑弟认错。现在想想，我的心里还疼呢。恶人有恶报，等哪日他威势不在，把这恶人吊起来，狠打一通，才叫快意。恶人就在此，谁要打我？我是恶人，我就在此，你打呀！你们俩每日在后宫无所事事是吗？竟乱生是非，搬弄口舌，重伤朝廷重臣，都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大司马，我们不过是妇人无心之说，您大人有……姐姐，她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去病，去病，你醒了。陛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太医令，快来，大司马醒了。参见陛下。免礼，免礼。怎么又突然晕倒了？我没事，就是老毛病犯了。启禀陛下，大司马因寒血外侵，一时脉寒缩拳，导致胸壁晕倒。如今脉象已经顺通，再服几副汤药，就无大碍了。那你快去准备，一定要好好调理。诺。勿需担心，真的没事。我小时候不也常常晕倒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。虽说你生来便有着昏厥之症，但不是已经治好了吗？他自小多病，所以取名去病。可惜这病苦于查无病因，名医都说习武强身或有帮助。这些年来跟我和卫青练武骑马，昏厥也有所缓解，怎料现在又突然复发。以前他每次这样晕倒，臣妾都担心他不再醒过来。有一次好久不醒，现在只要回想起来，也还心有余悸呢。姨母，其实你当年是受骗了。以前我晕倒，不知有多少次是假的，因为每次晕后醒过来，我说要吃什么，你都给我做什么，所以我就装晕，骗你的蒸饼吃。哎，这事舅父也是知道的，那时我们经常联手，骗了你好多次呢。哎，你这小子，我们在关心你身体，你怎么把我扯进来？你们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啊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羸弱病童了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耍几套拳脚。好。以后要吃蒸饼就跟姨母说，不用像以前一样装晕倒吓唬大家。知道了，去病不怕千军万马，就怕姨母教训。以前是年幼无知，以后不会了。谁会想到，千军万马的统帅，当日为了骗一个蒸饼，装病卖乖。去病装晕，也只是为了一个蒸饼。姨母受骗相信了，也不过是担心一阵，只怕有些人装疯扮傻，要的远不止这些。
看来我们的大司马不是为蒸饼而来，而是另有话说。那天在我晕倒前，我在庭院遇到王夫人和她的姐姐，在说什么魏家失势，皇后失宠。我看他们二人对姨母心怀不轨，急于争的远不只是恩宠，还有权位。其实那个王夫人本性不坏，当初选她入宫时，她身无一物，却愿意为家人牺牲。如今看她对皇上、对儿子，也都是真心爱护。仁者见仁，姨母贤德，看谁都是看其善。不过我也有担心，以前的穷困，让她太在乎得失，容易迷失本性，误人误己。尤其是她的个性容易听人教唆。原来这一切，姨母早就了然于心了。当日红儿与巨儿独处时无端受伤，我总觉得事有蹊跷。或许也是有人从中作梗吧。我会再仔细查一查，也会找机会与王夫人谈一谈，好好引导她。希望她能保持本性。这些头饰可真够重的，戴得我颈都痛了。刚才在贾美人的殿中，把她和瑶姬气得涨红了脸，还是值得。那倒是，当然要让大家看看皇上给我的赏赐。自从霍去病晕倒后，也很少见他进宫了。那个霍去病，看似壮硕，说晕就晕了，说不定哪天说死就死了。现在，皇后她出宫去祭祀皇太后了，这连每日的请安都不用，日子过得可真是又舒心又自在。依我看呢，魏家的强势必定走向衰弱，不然霍家的人怎么会说病就病呢？看来皇上很快连皇后都不宠了，皇后才要出宫祭拜，求先祖必有皇上留在她身边。皇上不宠皇后了，不就只宠爱你了？那就太好了，姐姐，只要能独得皇上的宠爱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夫人，皇上刚派人来说，今晚在交房殿设宴，请夫人和王三姑娘一同前去，共享王后新进的贡品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姐姐，皇上为何不叫我们去飞长殿，或者亲临凤凰殿，而叫我们去交房殿共赏贡品呢？妹妹啊，皇上想与你欢聚，这后宫最富丽、最雅致的殿宇，当属交房殿呀。皇上趁皇后出宫，便召你去交房殿，可见你在皇上心中的地位，堪比皇后啊！快好好打扮打扮。参见王夫人，皇上有急事需要处理，请二位先在交房殿稍歇片刻，享用上贡珍果。皇上2个时辰后就移驾前来。你帮我传话，请皇上安心处理公务，不必担心我，我会在此静候的。诺。在这交房殿中静候着，真是惬意呀。真是好喝，清纯甘甜，果真是上品美酒。如果一直能享受这些珍品，永远守住这份宠爱就好了。妹妹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皇子，必能永守宠爱。你看，你我在这交房殿内，你不俨如这宫殿的主人吗？
皇后宝座在这里，与这交房殿的大气交相辉映，以前都可望不可及，今日啊，终于可以摸一下这个宝座。原来宝座如此别致气派，不知坐上去又是如何呢？妹妹，不如试试啊。如果皇上不是将妹妹与皇后同室，又怎会宣你在这交房殿相聚呢？那你就赶快试试这宝座吧，啊！说不定不久之后啊，这后座就是你的。现在也只是试一下。皇后金安，民女特前来向皇后问安。姐姐，我仿佛看见这殿下的妃嫔婢仆都在向我俯首膜拜呢。民女参见皇后。平身吧。王桑，你照顾皇太子刘弘有功，本皇后要封你为公主，10亿万户。谢皇后恩赐。这宝座果然舒适安逸，这一坐上来，这数日的晕眩都神奇的好了。是吗？有这么舒服吗？姐姐，要不要来试一试？姐姐万安。免礼了。今日我贵为皇后，得替皇上惩恶除奸。魏氏一族弄权跋扈，全部该死。卫青害死李广父子，处以极刑。那霍去病嚣张可恶，哼，先重打50杖，然后把他当众刨落。大胆！大胆刁妇，擅登后座，是何居心？跪下！陛下恕罪，民女并无僭越之心，只是一时无知，见没有人才试坐一下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姐姐只是一时起了玩念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单凭一句玩念，就想拖这僭越死罪？以皇后之位来玩，对朕的重臣处以极刑是玩，刨落朕的大将是玩，难怪有人状告你们2人有谋夺后位之心。这一玩，就把你们的居心全都显露了。陛下饶命啊！民女真的只是一时好奇，见这宝座似能医治晕眩之症，所以才试坐的。荒谬！你把朕当作是目盲耳陈的昏君吗？朕一见你刚才那副嘴脸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有多狠、多坏。宫中的倾轧就是由你这等人而起，你罪犯大不敬，绝不能饶。陛下，你休想再求情！来人，在，把此2人拖出去。王桑即刻斩首，王晏押回凤凰殿，等候发落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妹妹，妹妹，救我呀！妹妹，陛下，陛下，放过我姐姐吧，我们是无心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谋夺后位。陛下，放过我们吧！休要狡辩！你纵容亲情，居心不良。朕是念及你是红儿的母亲，才饶你不死。朕会册封红儿为齐王，明日你就与红儿启程去封地，做你的齐王太后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知道错了。拉下去！诺！走。陛下。红儿。
他们母子这一去，等于永别长安了。朕知道你心有不忍，放心。齐国地势险要，城郭极大，只是临淄城就有10万户，是地大物博的好地方。朕没有亏待他。医风十足，或许就是人心变异的开始。想当初，他患难中仍为家人牺牲，其纯其善。可是如今却……仁义得，人心难测。这么一个怯懦柔弱的女子，一朝得宠，竟也有僭越之心。若不是去病接其居心，日后她气焰更盛，后宫就更多事。这是去病向陛下进言。去病从小就在你身边，得你照顾，她关心你也是应该的。嫔妃们争宠，本是平常事，但若背着君上，便擅议朝中重臣，而且态度极为嚣张，对皇后语出不敬。听其言，知其心，恐怕日后成为后宫祸患。是否祸患，一试便知。以前是臣妾照顾他，担心他，想不到如今反而是他担心臣妾，急着维护臣妾。而朕更担心的是王爷身边有个只会煽风点火、居心叵测的王丧。陛下远虑的是红儿还小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耳濡目染，会受王丧影响。王氏姐妹敢觊觎你的后位，就也敢教红儿抢夺太子之位。或许当日红儿受伤，巨儿受疑，也是与王丧有关。早早将红儿送去封地，才能避免一场兄弟纷争、宫廷倾轧的祸乱。但是陛下就要与儿子骨肉分离。身在帝皇之家，这种分离就必须承受。多谢陛下，一直处处为臣妾和巨儿着想。朕身边可信之人越来越少，朕只想好好珍惜你这份真心。你怎么踢个车都诸多花样啊？我呀，我开心嘛！是皇上批准了你的奏折，封了齐王，送走了王夫人吧？我是为了帮姨母扫除后宫大患。这的确大快人心，值得你意气风发。嘿，这小子连蹴鞠都跟我较劲。他正值兴头，就让他得意一会儿吧。段大哥，你我联手，看这小子还能得意多久？好。不踢了。怎么？我们一说联手，你就怕输啊？不踢了。哎，小子，你不是说谁都不怕吗？我呀，怕我继续踢下去，你们连建军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去偷姨母的蒸饼吃。哎，祛病，祛病，祛病！来人！姨母，姨母，怎么了？吓到你了？你竟然敢骗我！你说你，堂堂统帅3军的君侯，竟然如此顽劣，没有规矩。祛病，还不就是想骗个姨母做的蒸饼吃吗？姨母，你笑什么啊？我笑你啊，就为一个蒸饼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那是因为姨母做的蒸饼味道独特。那你倒跟姨母说说，
什么味道？有种家的味道。一见到蒸饼，就会想到姨母的疼爱。你不觉得姨母平时对你太过唠叨？是有点儿，不过这么多年了，祛病早就习惯了。况且全天下，也只有姨母一个人会对祛病如此唠叨。祛病倒觉得弥足珍贵了。真没想到，一个面对千军万马都不眨一下眼睛，都不牵情感的豁达司马，竟会说出如此窝心之话。皇后，蒸饼快好了，请去看看。真的，快点拿来呀！别着急，姨母去看看，做好就给你拿过来。这么有趣，他们都玩些什么花样啊？转乾坤、燕归巢、斜插花、风百合，还有旱地石鱼、拐子流星、双肩背月。这么厉害啊！下次一定要等朕处理好正事，你们再提，朕要与他一较高下。好啊，好。祛病，祛病，祛病。哎呀，起来了。哎，由他睡吧。祛病，祛病，皇上来了。祛病，还不快起来向皇上行礼？参见皇后。免礼了。陛下圣安。免礼了。他方才装晕骗我，现在啊，该是骗你们了。霍去病，霍大司马，别闹了，一天装2次不腻嘛。快起来，好久没点都来了，正等着你呢。祛病，祛病，醒啊！祛病，祛病。祛病，别再跟姨母闹了，快起来，不许再闹了。难道真的晕过去了？快传太医令！祛病，起来，别再吓唬姨母了。姨母特意做了蒸饼，让你开怀大悦。姨母为你做了蒸饼，祛病，你不是要吃姨母的蒸饼吗？你快起来啊！不是才上供了什么镇灵丸、神芝吗？还不快去给朕拿来！诺。还有那个云香，有提神养灵之效，快给朕拿来烧下来！快！诺。霍去病，祛病，朕命你起来！皇上下令要你起来，你赶紧给我起来！别吓唬姨母好吗？祛病，你快给我起来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如此生猛有劲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你答应过我，会当一个勇武有志、谦让仁德的统帅。
小时候，我见舅父穿着这身铠甲，指挥着千军万马，威武不凡，让我羡慕不已。今日，钟馗与舅父一同并肩作战，斩杀外敌，我一定要剑无虚发。剑无虚发？我记得我上次凯旋后，你送我这个玉笏就这么说的。舅父，你还记得？你舅父说了，这玉做的笏容易碎，不能上战场。那就平日带着，显显大将军的威武。出征的时候，就穿铠甲，我们一起上阵杀敌。好，一起驰骋沙场，保家安邦。若能重来，一木一定每日每时每刻为你背上这征饼，不让你有任何昏厥的机会，真真假假都不让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会在你每次出征前告诉你，你是我们大汉最纯真的英雄，心无旁骛，满心装载的，只有平定天下，壮我山河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会在你每次凯旋而归时，少些教诲，多些称赞。去病，你年少丰厚，风朗俱煦，姨母自豪不已。可姨母也担心你的朝夕安危。你意气飞扬，威震大漠，姨母欣赏不已。可姨母也担心你树大招风，飞来横祸。姨母并非要絮叨，只是太过在意。你说这蒸饼是家的味道，只要你喜欢，姨母就为你做。生即做，死即做，梦你时做，念你时做。怕你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一如身处家中。朕陪你一起。陛下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他忠心为汉，披肝沥胆，天和泰人竟让他盛年短折。若能让你舒坦些，只当这是天妒英才吧。这段日子，臣妾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全是他精神跳脱、机灵潇洒的样子。他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完成了别人一生都难以完成的使命，战功赫赫，必留名万世，此生无憾。臣妾却不得不抱憾，当着他，从来只有责备，没说过几句称许的好话。你责他，骂他，气他，怒他，他却心无芥蒂，足以证明他一直明白你的苦心。你以心待他，遇他如此；他以心待你，视你如母。他虽离去，但这份情谊永在。别再难过了，朕已下旨，命蜀国宣甲兵列队自长安至茂陵，夹道送别其灵柩，并命人将其墓中依祁连山模样筑造，以彰其破外敌、靖边患的战功。去病他一生，不贪慕功名利禄，偏爱边塞的广袤风光。陛下的良苦用心，
臣妾感激不尽。去病墓中，坐落于茂陵一侧，将来也陪在朕的身边，永远是朕最坚强的臂膀。这样让魏氏家族，让大汉子民，让后人都以霍去病为荣。谢陛下。参见皇后。皇后，花已经备好了，这些是祈愿皇上万寿无疆，汉室兴盛久安的，还有祈愿段大人能再获良缘的。对了，那为他备了什么花？已经准备了桃花。还有，给陈皇后采了芍药吗？皇后要为她祈愿凤体早育，奴婢怎么会忘记呢？奴婢也另外准备了一些金蕊芍药，稍后送去长蒙宫，以贺她生辰。皇后，陈皇后差人来说想见皇后。皇后驾到！皇后万福，你身体抱恙，就不要多礼了。来，坐下。你可还好？身子有没有起色？这里有什么缺欠的，就跟我说，我派人给你送过来。谢皇后关怀，这里供奉如昔，并无所缺。至于我这身子，也就如此了。自从母亲撒手而去，我在这世上也没有什么牵挂了，只想早点随她而去。你怎么能这样想？窦太主有知，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萎靡低落。再过2天就是你的生辰，我想送些金蕊芍药来，也添喜气。谢皇后，你待我实在太好，母亲的丧事也多亏了有你，才办得周到体面。母亲死后，除了皇后，再也没有人来看过我，更不要提什么生辰了。想起当年我生辰之日，皇上亲自为我操办，举宫华灯结彩，祖母、母亲为我庆贺，我陈教不可一世，呼风唤雨。可如今你呀，万事想开点儿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身子调养好。怎么，哪里不适吗？要不要宣御医过来诊治？我这几年喝下的汤药，比吃下的饭食还要多，身子却越发衰弱下去。最近这几日更是。我知道我的时日不多了，只是有一事，如果我不做，我死不瞑目。我只想在死之前再见皇上一面。我希望在最后一个生辰之日能见一面皇上，向他亲自认错，让他知道我有多想他，念他。皇后，这是我最后的恳求，求皇后把这悔旧书交予皇上。我知道，只有皇后你，才能让皇上了我心愿。不，朕不会如他所愿。陛下，这里面写的都是陈娇对过往的忏悔和对陛下的思念，字字泣血，
只为能见陛下一面。这里面就算写着1000个、10000个悔字，又如何？被他们母女害过的人，可以抹去那些悲痛经历吗？朕绝不会见一个千方百计谋算于朕的人，更不要见一个3番4次要加害于你的人。千错万错都已经过去了，而且臣妾早已淡忘。如今臣妾有相爱的夫君在身边，有可爱的孩子承欢膝下，何其幸运！可陈娇她却有悔恨不能诉，有思念不得见。陈娇的病最近越发严重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你了。一切都是他自作孽。可他毕竟是太皇太后最疼爱的孙儿，陛下，就算你不想如他所愿，那就当是如太皇太后的愿，如臣妾的愿。就算你不想如他的愿，那就当是如太皇太后的愿，如臣妾的愿。作为夫君，朕也想如你所愿，但是作为国君，却绝不可以。你可知他母亲犯过什么滔天大罪？黄桃曾暗中勾结刘安，朕这个姑母竟然助刘安让枯井出水，你是灾星。为陈乔得自由，连谋权篡位之事都敢做出来，朕让他母女得以受诛，已经是对太皇太后尽孝，仁至义尽了。陛下，子父，望你体谅君心。
先扶你进去吧。启禀皇后，药好了。我来。皇后，不要走开，多陪我一会儿吧。先放下吧。诺。你看外面，月色清亮，照得万物光滑如炼。你这里恬静非常，是今夜赏月的好地方。想起当初，我瞧你一眼都不愿意，不料如今，却希望你陪在我身边。子夫对不起你，未能劝得皇上。我相信你已全力相劝。我也明白，皇上今生今世都不愿意再见我。罢了，我在这里等了这么久，早该知道结果如此。你不用替我难过，我只是作茧自缚罢了。皇上其实知你有悔意，只是皇上有他的难处，希望你体谅。你真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心太软了。你就没有想过，是我不安好心，假意悔改，利用你重返宫闱。我信真诚以待，必有善意相报。可是权欲熏心，你的真诚很容易被人利用。你可知道，你的位置有多少人觊觎？不能不防啊！后宫人多，心思难免疏逸，即使以诚相待，可总会有为权、为利、为君、为情而筹谋算计的人。谢谢你的提点，子夫也会谨慎防患。可是我始终相信，有为己欲而害人者，也有舍私利而愿意帮助照应者。诚心待人，必得天佑人助。皇后可觉得那未央宫就像一个花樽，宫中女子就如同繁花盛开，等待皇上这个赏花者到来。昨日芍药盛放，今日兰花吐香，可明日呢？花开花落，自是平常。我们也只好顺应自然，灿烂时不枉其美，酷率时不失其心。花开花落，心花替代，在赏花人眼中再平常不过。可我看着，却是伤心至极。想不到，我陈娇最后是在贤后怀里。
曹襄盛年疾病，平阳公主定是忧心难过，望曹襄早日康愈，让公主安心。姐姐节哀。香儿去世，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，姐姐此时必定难过。那夏侯伯与他父亲的事必通奸，事情败露，而畏罪自杀，死不足惜。反正姐姐与他已分了，只是姐姐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，却偏偏造物弄人，让他失去了依靠。公主是女中豪杰，不会轻易垮掉的。如今公主肯从平阳县搬回长安府邸，足可见她想通了。要不然，也不会修书告知陛下她的行程。但愿如你所言，只怕姐姐好强，沮丧之情不欲被人看见，郁结在心，反而难解。陛下，陛下正好要去坝上祭天，回宫之时必会经过平阳侯府，何不前往与姐姐一聚？如果能得到陛下的关顾，姐姐定会觉得窝心，因为陛下是她唯一的至亲了。若不见，朕也难以安心。但愿朕此行能够开解姐姐心中愁苦。恭迎陛下，陛下圣安，陛下圣安。免礼。参见公主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这几年，姐姐让弟弟好惦记。这几年发生太多事，知道陛下挂心于我，可我并非无坚不摧之人，历经太多生死离别，我也需要些时日静思。那姐姐如今作何打算？命由天定，事在人为。我不会再埋首于往昔，陷身于困顿，任由它春去秋来，人去楼空。我依旧安享这静好岁月，笑看今朝。姐姐能看得开，那就好。久不见大将军，近来可好？如今外敌远遁，国泰民安，又有段大哥带皇上巡查各地，所以臣呢也可以专心地安排边关布防，训练新军。军务之外，大将军也应该好好享受你以半生血汗换来的太平盛世。那以后啊，你就多与朕狩猎对弈。臣遵旨。啊，姐姐既然回来了，就安顿在长安吧，与我们同享福音，也好让朕安心。弟弟放心，我既然已回长安，就要做回以往的平阳公主。那就好。皇后还特意让朕带来了百香酿，盼你岁月生香。怎知美酒未饮，已见奇效。姐姐风采气度，不减当年。岁月生香是我毕生的所愿，我就多谢皇后记挂了。只是要论风采，就比不上今日长安百姓所盛传的女子。那女子的卓越风姿，还有歌谣口耳相传，不知弟弟是否有听过？是什么歌谣？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真有此歌谣中的佳人？这佳人不就在朕的皇宫里？除了皇后，谁还能堪称倾城倾国？
皇后自然是绝世佳人，但歌谣中这美女，却另有人在。且凑巧就在我府中，弟弟不妨一见。公主，大将军求见。参见公主。坐。公主早知道我会来。时光流转，相聚又相散，好几年未与你饮酒共叙了。是。看到你一切都好，我也安心了。飞鸾和俊逸，你也定好好照顾着吧。飞鸾渐老，稍见衰落；俊逸则很好，青出于蓝，比飞鸾年轻的时候更加矫健有悍。我知你有满腹疑惑，直问无妨。请问公主，借歌谣献美，还让方才那里吉士皇上更衣，可有深谋远虑？若说深谋，我不敢苟同，但远虑倒是有。远虑？公主得君上关心，臣民敬重，又何须忧虑？皇上关爱，是因怜我经丧子之痛，孤身一人；臣民敬重，也是因我有皇上撑腰。但倚仗皇上怜悯，岂是长久之计？我既然决定重新振奏，就要献美，以保皇上的宠信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若想自保，不靠一己手腕，还能靠谁？其实公主可以依靠的人很多。皇上与你姐弟情深，卫青也愿意一直为公主牛马。还有皇后，指望公主岁月生香，幸福可期。可一旦出事，你们就先顾着自己。一如你姐姐当日面对勾结外戚的谣言，生怕被牵连于我同谋弄权，就牺牲我们的姻缘。公主，并非如此。往事已矣，多说无益。总之，我今日所为，绝非与你姐姐作对。毕竟，我已不是往日威风八面的平阳公主了。公主，李姬，她也不过是我此生飘摇命运中的一块救命浮木。当日我决意回长安，不料上天让我遇上她。虽是个家世凄惨的卖艺人，可相貌品行不凡。我一看便知道，若抓住她，往后的日子我或有保障。公主信得过他？他生性善良，也体味过人生百般辛苦。就算入了宫，也会与你姐姐一样，谦卑待人。何况皇后贤德，皇上对她恩爱情长，不会因为一个李姬而改变。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害你姐姐。有公主这番话，卫青就安心了。刚才莽撞，还请公主见谅。魏大将军，若仍一如当初，视我为知己，就请与我饮下这支酒。
怎么了？原来你发现了本宫的第一根白发，这有什么需要藏起来的？青春流逝，华发渐盛，本就无可避免，自当顺意而行便是。皇后风韵依旧，一点都没改变呢。普天之下哪有形貌不变之人？韶华易逝，容颜易老。青丝经岁月染白，并不可惧。指望此心此志能历久弥坚，就像皇上对皇后的真心一样。皇后，皇上已抵城门，会从御河入宫。不过听说还有一名女子陪同皇上归来。真美啊！奴婢一个小小歌姬，竟有福分一睹皇宫景色，真是像做梦一般。不是一睹，是以后啊就要以此为家了。真是不敢相信。陛下，那座高高的是什么宫殿啊？那边树木环抱的是上林苑，是朕打猎的地方。这边大殿是前殿，是朕上朝的地方。这是宣室，是朕朝议之处。果然气势恢宏。那间焦红色的是什么殿啊？这座宫殿外壁怎么是焦红色的？好美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皇后的寝殿。真不愧是后宫之首的居所。这是交房殿，皇后的寝殿。原来是后宫之首的居所啊！想当年，皇后入宫之时，也如你这般兴奋紧张。不过她进宫，可经历了千难万阻。哦，这宫里还藏有什么难关啊？奴婢……你却幸福许多。如今的皇后贤良淑德，在她的料理下，后宫众妃和乐融融，你不必有丝毫担心。那奴婢一定要拜见这位贤后。不错，后宫的一切大小事务都由皇后定夺。你入宫后首要便是到交房殿拜见皇后，记得要施礼，用心听皇后之言。诺，奴婢记住了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免礼平身。谢陛下。朕在外面这几日，宫中一切可好？陛下出宫为民祈福，宫中上下也全心为大汉万民祝祷。姐妹们都盼着陛下归来，分享民间所见所闻呢。朕这一路见闻颇多，收获也是不少。不过最令朕开怀的是姐姐终于振作了，她心情好转，朕心中的一块大石也总算是放下了。
臣妾也盼着能与他一续呢。这是当然。他已回长安，往后你们就能多见面了。这次朕在他府上还带了一人回来。臣妾也有所闻，听说陛下圣恩眷顾一位歌姬，为何不见他同来呢？皇后愿意一见，朕才传召。既是陛下有意之人，臣妾自然要一睹芳容。好，传李姬进来。诺。宣李姬觐见。奴婢李氏拜见陛下、皇后，愿陛下圣安，皇后金安，也向众位姐姐问安。起来吧。果然清丽大方，识得礼数。若论大方得体，属皇后第一。你们要多向皇后学习。臣妾定遵陛下旨意，不负皇后教诲。奴婢初入皇宫，蒙昧无知，求皇后多加指教，奴婢必遵懿旨。李姬应如何安排，就交由皇后决定。臣妾愿听陛下圣意。不知皇后以为封为夫人如何？李姬如此清丽可人，谦逊守礼，深得君心，的确配得上夫人之号。只是一入宫便封夫人，暂无先例。李姬，若让你先为佳人子，可会失望？是有点失望，但奴婢蒙圣恩而入宫，已觉无限尊荣，又岂敢奢求其他？先为佳人子，让奴婢侍奉皇后，与各位姐姐学习宫礼，也是应该的。若去照顾先帝太妃的日常起居，又如何？奴婢谨遵皇后吩咐，照顾太妃之余，若许我在宣太后的殿中结臣除秽，以尽孝道，那就更好了。为什么？汉室不是以孝先行吗？可照顾太妃、打扫太后宫殿，就见不到皇上了。那也只能如此。既入宫，就应以宫中规矩、帝后心意为依归。能否得恩宠，只凭圣恩眷顾，不能强求。既然如此，李姬听封。还不下跪听封？李姬真意恭俭，纯孝谦让，按皇上旨意，封为李夫人。还不快谢皇后恩典！谢皇后，臣妾日后定谨遵皇后教诲，恭谦而行，安分守己。既封了夫人，就等皇后赐殿于你吧。臣妾不敢奢望。自你方才入殿，本宫总觉得这殿中暗香浮动，不如就赐披香殿吧。好，披香殿好。谢陛下和皇后圣恩。起来吧。正妃日后要多照顾初入宫的李夫人，大家和睦相处，相互照应，一同侍奉皇上。诺。
朕之前还颇为忧虑，不知带你入宫是福是祸。但既然上苍都如此安排，看来朕的决定不会错。子父，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。朕在外面，每个清静的夜晚，只要看这片浩瀚的星空，就会念起你。子父，你知道吗？朕第一次看见你的眼，就觉得里面藏着星海，闪耀生辉。想什么？如此入神。陛下，别多礼了。这么晚了，陛下怎么来了？皇后的寝宫，朕不能来吗？可今日是李夫人。怎么了？以为朕一定会在披香殿吗？陛下心怀万千，子夫难揣圣意。今夜星空灿烂，朕的心意是想与皇后去前庭观星赏月，不枉此良夜。只怕这春夜乍暖还寒。不会，很暖。承陛下宠爱，子夫很知足。你真不介怀？介怀什么？朕本去探望姐姐，却一时心情与李姬。其实朕当晚失口允诺封她为夫人，回宫的路上就一直想着该如何向你开口，怕你为难。陛下说要封她为夫人，臣妾已猜到几分，臣妾并不介怀，倒是怕其他姐妹心有不甘。幸好李姬谦卑得体，方才臣妾几个提问，她对答间尽见意范，可睹悠悠众口。于陛下，于李姬，都好。来，子夫总是凡事为朕想得周到，让朕心更难安，怕委屈你。谁为图苦，其甘如饑。燕儿新婚，如兄如弟。你是怕朕与李姬如胶似漆，不理旧人。你辛苦，就连苦菜都不觉苦。但看到夫君开怀，臣妾心安；得到夫君关怀，臣妾心宽。做陛下的皇后，臣妾不只会大方接纳，也会告诫其他嫔妃，与李夫人和平相处。今日朕携李姬从御河入宫，望着两岸的风景，你可知朕眼前浮现的是什么？全都是当年与你乘御船入宫的情景。你那时好奇又兴奋地指着交房殿问朕：“那座漂亮的焦红色宫殿是什么？”如今臣妾已在此殿中，只是时光如水，转眼多年。陛下竟将一切记得这么真切。带你入宫的情景，朕记得；做你北斗星大哥的承诺，朕也记得。恋恋北斗，皎皎此情，长明当空，永生不渝。无论时光流转，景物变迁，朕对子夫的心永远不变。你在朕的心中永远占首位。臣妾知道，一切都不会变。